嗨，大家好！在上期影片，我们有深入的探讨到，为什么我们要进行钱滚钱的投资策略的时候，要非常的注重股神巴菲特所说的经济护城河。经济护城河就是可以让企业创造一个长期竞争优势的条件。因为如果企业没有持续竞争的优势，无法持续的获利，导致倒闭，那我们后面所讲的股息投资或是股息叠加，这些都是空谈。并且我们在上期影片也有提到3种假象的经济护城河。第一种就是优异的产品，第二种就是超高的市占率，第三种就是高效的执行效率以及非常好的管理团队，或是一个灵魂人物。各位如果不了解的话，可以点击上方的影片连结进行观看，这样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会更有体悟。那这期影片我们将会提到真正的经济护城河。那主要的经济护城河有4种。第一种无形资产就包含一些品牌、专利或是一些特许经营权。第二种客户转换成本，也就是说客户如果要更换其他的服务或者其他的产品的时候，他需要付出的精力以及时间是非常的多的。第三种网络效应，也就是越多人使用，它就会越来越值钱，也就越来越强大。第4种成本优势，成本优势这个护城河里面也有分成4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有便宜的生产程序，第二种类型就是有较佳的地理优势，第3种类型就是它有一些特产的资源，第4种类型就是它有一个规模经济。相信各位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就更能判断自己所持有的企业，他们是不是有持续性的竞争优势，这会让大家持有股票累积被动收入的漫长过程更有信心。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这是一个致力于探讨投资理财、财富自由等等有关财富的平台。在 Kevin 专注学习与财富相关知识的同时，也藉由这个平台将 Kevin 认为有帮助的知识分享给各位，相信对各位一定会有所帮助。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那我们先介绍第一种护城河，无形资产，像是品牌、专利，还有特许经营权等等，这都是无形资产。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可以为企业建立一个独特的市场地位。那我们先介绍品牌。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可以形成一个护城河。品牌如果要形成护城河的话，它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一种产品它同样的功能，但客户会为了这个品牌而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去进行购买，也就是要评估公司是否能因此而收取更高的费用，或是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忠诚。举例来说，像是我们买包包，一个是夜市的，一个是 LV 包包，这2个包包功用都一样，但是 LV 的包包就算它材质只是好了一点点，但它整体的价格却可以高出夜市的包包100倍甚至上千倍以上。这就是一个品牌护城河，消费者愿意用更高的价格进行购买。品牌可以创造持续性的优势，但除非品牌能实际的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否则就不是一个好的经济护城河。再来就是专利，专利就是有关部门向发明人授予在一定期限内生产、销售或等其他方式使用发明的排他权利。白话一点说，就是这个方法或是配方只有你可以使用，那这个独特性就会形成一个护城河。像是饼干包装上面的锯齿状，它就是一个专利。如果其他公司要使用这个专利，就要进行申请或是要付费。那专利越多的企业，护城河就越宽广。像 Apple， 它的专利就高达上万个，就连 Apple 手机的包装都有专利。但专利也不是万能的，专利也是有时效性。专利的时效性就是专利生效日开始往后数20年，所以如果是一个仅靠专利为护城河的企业，我们就要非常关注这个企业的研发成本。我们要持续关注它是否有发明或是研究新的专利出来。再来就是特许经营权，要获得经营的权利，需要跟政府单位进行申请。那这申请的过程旷时又费力，动辄就是好几年，这样就会使拥有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可以像独占企业一样决定价钱。举例来说，像是天然管线，或是垃圾掩埋场，亦或是发电厂等等。因为没有人会想在自家的周围盖了一间垃圾场，那政府单位对垃圾场的核签也是能拖就拖，这就导致原有的垃圾场就具有一个独占的地位，这就可以使它坐地喊价，这就会是一个很大的经济护城河。再来，我们就要讲到第2种护城河类型，转换成本。当客户需要购买新的产品或是更换新的服务的厂商的时候，客户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就会形成客户更换厂商的一个强大的阻力。举例来说，像是银行业，
我们要将我们的服务从这家银行移到另外一家银行。如果我们有设定定期定额的投资，或是我们有进行水电费的自动扣款，在新的银行都要全部的进行重设，这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一个阻力。而此时银行知道客户非常的难以离开他们，就可能因此跟客户收取更高的手续费，或是发予较低的存款利息。那老牌银行业这类的护城河都非常的宽广，一个有高转换成本的企业就会使客户有较高的年薪，那企业就会有一个较宽广的经济护城河。当然还有很多例子，像是要花非常长时间学习的作业软体，像是 Windows 跟 Apple 的作业软体，以及像一些剪片软体 Adobe 跟其他的剪片软体，这些因为都要花长时间的学习，所以如果要转换的话也是非常的困难。那有一种产业基本没有转换成本的护城河，就是消费者导向的产业，像是零售或是餐厅，因为客户基本只看价格够不够便宜，产品够不够好用，几乎就没有什么联系。第三种护城河，网络效应。那网络效应是什么？就是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会随着使用人数的提升而增加，并且有排挤其他公司的一个功用。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护城河，就像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寻找餐厅，那这家餐厅里面的客人的多寡，对我们来讲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是你觉得汉堡薯条不好吃，那麦当劳里面排再多的客人，对你来讲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根本就不喜欢吃汉堡跟薯条。但是网络效应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存在，就算你不喜欢它的产品，你觉得它服务不好用，但是因为大家都在用，所以你也要去使用。如果你不使用的话，你可能就无法跟上人群，或是无法融入大家。这边就举例通讯软体，在台湾的话就像是 IG、FB 或是 Line， 那大陆的话就是一些微信，美国的部分的话就是像 Telegram 跟 Twitter。因为亲朋好友都在使用，所以自己如果不使用的话，就会跟大家脱节，这就会使更多的消费者加入这个笼络。当人数越多的时候，它的网络效应就会越强。那这效应通常发生在分享资讯的产业。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前面所讲的3种护城河优势，都是企业可以因为这些护城河的优势，而跟客户收取更高的费用。那索取更高的费用的对应就是降低费用。这就要提到第4种护城河。第4种护城河，成本优势。如果价格是客户决定是否购买的主要依据，那成本的优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成本优势主要分成4个类型。第一个类型，低成本的生产程序；第二个类型，地理优势；第3个类型，有特有的资产；第4个类型，规模经济。第一个，低成本的生产程序，像是使用更科技的科技进行生产等等。因为旧有的企业建构旧有的生产程序已经花入了大量的成本，此刻要让企业将旧有的程序全部打掉重练，是会有一定的难度。这样新创企业就能使用创新并且更低成本的生产程序来打入这个市场，并且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可以获得较高的投资报酬率。但通常这类低成本生产程序的优势无法持续太久，因为既然你能创新，那就代表其他的企业它也能发明出新的更低成本的生产程序来抢占这个市场。第二个，地理优势，这边就要说到一些砂纸厂或是垃圾场。那砂纸厂如果要跨界增强市场，光运费的部分就可能吃光它所有的获利。那垃圾场也是，它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特许经营权的优势之外，还有就是地理优势，因为它与相关消费者的距离越近，那它的运费成本就更低。那其他地区的垃圾场就非常的难以跟它竞争，而这个特有地理位置的优势，通常都可以持续较长的时间。第3个，特有资产。一家企业如果可以开采成本低廉的资产，那通常都会具有非常高的竞争优势。举例来说，像是美国的页原油，它每一桶原油的开采要高达$40的成本，而沙烏地阿拉伯每一桶原油的开采成本只要$4到5，这就会形成特有资产的成本优势。所以每次当沙烏地阿拉伯北送的时候，它就会大量的扩产，导致整个原油的价格崩跌。当原油的价格崩跌到20块的时候，沙烏地阿拉伯还是赚，但是美国页原油田的企业可就承受不住了。而这个资产所创造的成本优势，通常都可以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第4个，规模经济，就是指产量上升，它可以导致平均的成本下降。最常见的就是在物流行业，因为购入货车等等运输工具的成本是固定的，当利润涵盖所有的固定成本之后，后面每多送一批货，它的报酬率就会非常的高，那就能进一步压低消费者所需要付的费用。而当运费降低，消费者就更愿意使用此物流，而其涵盖的范围扩大，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更进一步的压低平均成本。因为其他企业要是要进来，
它一开始的利润率是非常的低，但为了要增强客户，就必须要降低运费，此时就会承受很长一段时间的亏损，等待自身的规模经济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才可以与之抗衡。这就可以提到亚马逊。为什么亚马逊在美国境内可以使用月付多少钱就可以享受无限次数的一天到货流服务？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规模经济的物流中心。那规模经济是不是一定要够大才有效果？其实不一定，因为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利基市场，就是这个市场不大，它无法融入太多的企业在里面进行竞争。此时如果太多的企业加入，那就会使得大家都没有饭吃。而有这种利基市场优势的企业，就是池塘里面的大鱼，就像是机场、高铁或是台铁。以台湾来讲，高铁一条就够了，如果太多条高铁，那大家都会吃不饱。到此，我们已经认识了4种主要的经济护城河。第一种是无形资产，有专利、品牌或是特许经营权，但并不是所有的专利或是品牌都可以成为护城河，要看客户是否愿意因为这些专利或是品牌而付出更高的价钱进行购买。如果不愿意的话，这都是假的护城河。第二种是高转换成本的护城河，客户要更换产品或是服务的时候，就会耗时又耗力，这就会形成客户更换服务的一个阻力，那企业就可以因此而提高它自己的服务价格。第三种护城河，网路效应，产品或是服务的价值会随着使用的人数增加而提升，并且会排挤其他的公司，而企业也可以借此来提高服务的价格。第4种护城河是成本优势，那成本优势里面又有分成4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便宜的生产程序；第二种类型，地理优势；第3种类型，资产优势；第4种类型，规模经济。那这几种类型当中，低成本的生产程序，它的持续时间是最短的，因为它最有可能会被复制。那其他3种类型，地理优势、资产优势以及规模优势，这是较难以去复制的。相信各位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就能自行判断别人报的名牌到底有没有持续竞争的优势，适不适合长期的投资。那我们来做个练习，各位觉得 Apple 这家公司它有多少个护城河？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拜拜。